来到柬埔寨首都金边，我们去探访了当地的华人区，也可以说是金边的富人区。上期视频跟大家介绍，柬埔寨的华人数量很多，柬埔寨总人口1600万，其中110多万都是华人。在街上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中文招牌。之前我们走在金边的街道上，这里的环境很一般，市场内部杂乱不堪，街道上的电线十分凌乱，也很少见到华人的踪影。那么柬埔寨的华人在哪里呢？原来当地的华人有着自己的生活区，他们主要生活在一些大型商圈附近，而这些大型商圈都有大型的商场。我们去探访了一座金边有名的商场永旺，刚进入商场内部，感觉就像回到了中国。和金边老城区杂乱的街道相比，华人区的商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整洁干净，应有尽有。商场内各式各样的店铺布局几乎和中国的商场一致，商场里面的顾客大多数也都是华人，很多人也都讲中文。原来金边的华人都在这些区域。第二天我们还去探访了柬埔寨的大学，狒狒和这些大学生聊一聊他们的生活以及对于中国的印象。下面就和文涛狒狒开始今天的旅程吧。哇，周大福啊，太子中央广场。哇，这边是中国区啊。我们现在已经坐着突突车来到了目的地啊，就是金边市区的永旺。这里呢，既是华人区，也是富人区。在这个人均工资只有200美元的地方，我们很好奇，在首都的这种商场里面会有什么商品。那我们刚刚到这个永旺商场的停车场，就发现这边停了好多的好车呀。对，我看到前面就有一辆卡宴，对，是卡宴。这边好车挺多的，看这个是个卡宴，然后对面又是个揽胜。哇，揽胜啊！对，然后那个还是一个福特的皮卡，都是超贵的车。哦。但是柬埔寨这边有个特点，这边的车二手车比较多。这个是陆巡。还是对，这是霸道，普拉多。这边雷克萨斯特别多，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整体而言，这个地方还是以日本车为主啊，不像在越南，这里韩国车好像相对少了。对，主要是日本的车。你看这个就是雷克萨斯。对，这边二手雷克萨斯太多了，这又是一辆。我觉得呢，虽然说金边的这个停车场的车不是什么所谓的顶级的豪车，但是呢，相对于这个国家人均1600、1700的人均 GDP 以及人均200美元的工资来说的话，已经算是非常豪华了。对，看这边雷克萨斯 RX 300。哎，我想问一下，这些都是一家车队的吗？有可能是，全是一样的。这边全是雷克萨斯。对，这边350、330。雷克萨斯。大家看这个就是柬埔寨的车牌，他们是这种白底儿蓝字儿，然后这个位置会写地区，比如这个南彭就是金边。对，我们现在就去柬埔寨这边算是很高档的商场去转一转。刚一进门，这边有个 H&M。哇 ，H&M 左边是卖面包的，面包新语。我和狒狒到这儿终于安心下来了，不担心自己东西被抢了。对，我们俩到这儿之后，终于不用把包包跟手机攥得那么紧了。对，因为这个商场呢，外面有一圈大概有7、8个保安在路口，很有安全感。刚进来有面包新语啊，有没有感觉回到中国了？哇！哎呀，也没有说回到中国了，起码呢，我们现在来柬埔寨大概有1个星期了，每天在街上都是。我们的心都是悬起来了。对，到这儿了，你觉得跟手机一样哈，扑腾一下落地了，可以自由自在的逛了。看狒狒的手机，昨天是挂在手上，然后今天呢又挂在胸前。而且我买了这种特别粗的绳子，这个位置还是双层的，比较安全保险一点。狒狒说今天来带我吃大餐的，不知道能请我吃点什么东西。我们尽量找中餐啊，尽量找中餐。你背后就是中国菜。哇 ！Chinese food。我看看价格去，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商场都是明码标价的。烤鸭、烤乳猪，哇，全都是刀啊！这个烤鸭应该是一只烤鸭15刀，那边的烤乳猪是称的，最少呢要3公斤，3公斤是125刀。对，3公斤哦，3公斤6斤下来1000块钱嘞，不便宜的。
烤鸭是一只大概100左右吧。哇塞！我突然发现这是个超大的美食广场。对。天哪，我眼睛都放光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我刚刚冲进了这家美食广场，被文涛揪出来。文涛让我来商场先逛逛再吃饭，他知道我只要吃饱饭了就不想逛了，只想回家睡觉。所以呢，我们去逛逛商场吧。这边的商场跟我们那边很像啊，最核心的位置也是卖车的。丰田。还有这种儿童娱乐中心，真的好像啊。哦，这个里面是个超市，好像你看。对。大超市。哦。还有卖内衣这些的。对，好像是个大商超。这里面啥都有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读。这里边呢，那一侧是一个美食广场，这边是超市，这边是卖内衣的，再往那边呢又有卖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这边的车主要卖的都是日系车，然后在我们中国一般卖的都是新能源车，现在基本都是电车了。这里有很多的厨房小电器，这个小锅锅。我感觉这边卖的挺贵的哈。对。这个小锅锅呢，我们家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差不多大小的，才100人民币，110左右啊。它卖36刀，而且还是已经降价之后的，原价是45刀，现在已经打折了20%了。蛮贵的。不过它东西很全，你看这边是这种小一点的，电饭煲，这里是绞肉机，东西挺全。到底是来到商场了啊！我在柬埔寨第一次见这么繁华的地方。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坐那个出租车是穿过了比较贫穷的区域，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柬埔寨每天都感觉很穿越，一会儿是这样子，一会儿是这样子。这边的商场还有卖潘多拉的，然后那边还有卖 Echo 的，都是算是稍微有点轻奢的品牌了吧。所以这家商场整个档次还是不错的，包括像 MK 啊，都是差不多3-4千块一个包包的，这个算还不错的。我们俩刚刚在商场转的时候呢，那边有一个小的售楼处吧，售楼小姐在给我们兜售房产啊。我们刚刚问了一下呢，他们说外国人在金边是可以买公寓，但不能买房子，就是有地皮那种房子不行，公寓是可以的。但这边的价格有点贵，它这个最便宜的一套呢是8万多美元，但是我觉得它一般写成这样子，8叉，这叉一般是9吧？对，差不多得9万美元了吧？他们也有这个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你看，它的这个建筑面积应该是37.8到41.92，然后 net 就是净面积，净面积是28.35。那我们就按中国常用的界面说吧，它这个37.8平米要差不多9万美元，算多少钱？我刚刚算了一下这个房子或者说公寓吧，这个公寓呢1平方米也要16000到17000了。不过呢，它这个地段还不错，就在永旺旁边。它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造型，我们刚才可能是看到了，对，应该是看到了。我们老城区那块也有好多这种公寓楼，老高的。它还有特别大的面积，这个225.84，那这个买下来得个300-400万了。对，算不便宜啊，毕竟那个柬埔寨人的收入还是相对低一些的。而且刚才那个小姐姐哈，售楼小姐姐说的贼有意思哈，她说你们现在赶紧买完，我觉得明年会15%的升幅。感觉全世界的套路都一样。走在这商场里面，感觉真是穿越。柬埔寨啊，金边就感觉特别的割裂，就穷的地方特别的穷，富的地方呢感觉又挺富的。哎，这个衣服很便宜啊。这一排都4美刀，那一排4.5美刀，就是很基础的这种 T 恤，对，长袖和短袖 T 恤都有。好久没坐过电梯了，连坐电梯都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你不至于吧？我说是扶梯。你怎么这么像乡下人进城了？因为我天天住在乡下。那上面应该有吃的了，哇，上面还有游戏，打游戏的，好激动，好像打游戏。我建议你直接上3楼。对，这层我们应该没有感兴趣的。2楼感觉没什么卖的。3楼好像有游戏厅啊。对，我们刚一上来，这边是个游戏厅，然后对面那边呢是电影院。哇，上面感觉更繁华了，那边还有 DQ 和汉堡王。
天哪！那还有一个 KFC， 哦，还有一个卖披萨的。我感觉整个柬埔寨的富人都在这儿了。这个商场好像是日本投资的，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就包括下面会提供日语服务。然后这个地方那些游戏机好像也是日本的。这碗吃的不错呀，要不在这儿吃吧？我们在这边看到一家卖鱼的，这个烤鱼是17.5刀 only， 然后算下来应该是100几150左右吧。这个大概50块钱，米饭、肉、2个蛋，还有一些蔬菜。这边物价也不便宜呢。那边有一家亚洲小厨，是汉字写的，应该是中餐吧。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泰餐。再往前面走呢，有一个名城酒家。哎，这家是卖什么的？我看看。名城酒家，小龙虾。然后这些是当地菜吧？对，当地菜。哦，都是海鲜啊。都是海鲜，也有那种炖的那个鸡。对，它这个小龙虾是1斤半，1斤半多少钱？18刀，18刀应该就是140吧。这边中餐真多，这边还有一个什么牛角 ，barbecue Japanese barbecue restaurant， 日本的烧烤。塞马塞，塞马塞，塞马塞，欢迎光临！这边真热闹呀，感觉整个柬埔寨的华人都在这个商场了。这是我在柬埔寨见到华人最多的一天。家常便饭，呵呵，我爱火锅，菲菲你的最爱。哦，他们的衣服上都写了功夫。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哇，饺子！哦，饺子。好久没吃饺子了，可以去看看。前面那个小哥哥小姐姐就是华人，我们聊聊天。他们祖籍是广东的。对，他就跟我们讲说，这边华人都在这种大型的餐厅吃饭，所以我们一般是见不到华人在路边摊上。对，他告诉我们呢，这个永旺1还算小的，永旺2是2倍，永旺3的规模是3倍。对。天哪，我觉得商场已经很大了，已经相当大了。我们看一下这家的菜单啊，这家就非常的中式了，这是麻婆豆腐、卤肉、担担面、糖醋鸡球，哦，我以为是糖醋里脊，还有北京烤肥牛、剁椒小炒牛肉。天哪，这感觉是川菜跟这个湘菜什么都放到一起了。对，什么都有。这个是什么？哇，中水饺，有饺子，清蒸巴沙鱼。哦，看看这边有什么？火锅。啊，这是火锅。这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麻婆豆腐4.4刀，4728，4728，等于就是30出头，30多块钱。对。担担面是3.5刀，3.5刀差不多也是个20多吧。20多块钱，对。这个北京烤肥牛就是商场的价格，对吧？就是普通商场的价格。秘制鱿鱼，这个是小炒牛肉，小炒牛肉是5刀。对。5刀是35，哎，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就是不知道量怎么样。对，但是我真的好想吃水饺呀。我们可以在这儿尝一尝，毕竟是柬埔寨的富人区嘛。好的，我的菜已经上齐了，我点了一个火锅套餐，它这个套餐挺便宜的，才6点几美金来着，我忘记了，大概也就7还是6，我忘了，反正50块钱吧。然后这个里面是带了一个锅底，我要了一个辣锅底，最辣那种啊，重庆的辣锅底。里面还有一份这个蔬菜拼盘，蔬菜菌菇拼盘算是。这个是巴沙鱼，还有一份面条，其他本来是牛肉换成了巴沙鱼了。一会儿不够的话我再要吧。这个是我自己去调的一个料碗，它这个里面也是有什么芝麻酱啊、香油啊、蒜泥、小米辣，只是多了东南亚特色的柠檬和鱼露，别的跟我们是一样的。好了，我开吃了，我要煮东西了，煮点鱼进去。巴沙鱼，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情，这个餐厅呢到处写的都是中文，但服务员我们问了好几个，他们说他们这边服务员都不会讲中文，只会讲英文和那个高棉语这样子。但是我感觉这个老板很有可能是中国人。对，因为我们刚刚问了一下他们家的 WiFi 密码，服务员告诉我们说8个班。对，这个 WiFi 密码的设置的方式就很中国。而且啊，
就在这个商场的餐厅，能见到非常多的中国人，好多的中国家庭都是拖家带口来这吃饭。我们旁边就有好多，但是不好意思拍别人。对，在金边的街头上其实有很多中餐厅的，但是呢，大街上那些比如说什么川江酒楼啊，可能是谈生意的人去的会稍微多一点，而本地这种华人家庭啊，拖家带口一般就来商场吃的，所以在这商场里面看到太多的华人了。我点了2个菜，但是现在只剩了一个饺子。蒸水饺。你可以尝尝我的饺子，对不对？好辣这个。我尝尝你的饺子吗？这是什么馅儿的？牛肉的。四川水饺。哇，好饱满啊！你看，锡箔馅儿大。还可以哈。好吃，不是可以，是好吃。我的小酥肉也上来了，哇，这个饺子真的超好吃，非得说对了，皮儿薄馅儿多。我吃一个老香了。也可以哈。好吃，还炸出来了。对。很烫，很脆。咱柬埔寨的中餐都特别的好吃，这边好多中国老板在看餐厅哈。我可以确信了，这家的厨师呀，包括他这个底料的配方呀，绝对是中国人弄的。对。我们俩已经吃完饭了，那家还是挺实惠的。我们在后面又加了很多的肉和菜去涮火锅哈。最后结账的时候总共是，21点几美元，差不多150块钱人民币。我们2个人都吃得饱饱的。刚刚吃饭的时候呢，我们的左边和右边坐的都是华人，其中呢，我们右边那一桌坐的是2位大哥，我们聊天聊了一会儿啊。他们是一位是新加坡人，一位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们都在这个城市，在金边已经成家了，也工作了很多年了。所以呢，我们就打听了一下金边这里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呢，工资水平当然要分行业的，就说这个餐厅的服务员这种基础的工作，大概是服务员的工资每个月在250到300美元这个程度。但是呢，大哥跟我们说，如果说这些服务员会中文的话，会华语，工资会最少翻1倍，翻到差不多700-800美元一个月。那如果是做一些其他比较有技术性的工作，而且懂中文的话，工资会达到差不多1500美元每个月，还是蛮多的哈，感觉。那我们现在呢，就去永旺的这个超市去逛一逛，了解一下金边这里最大的一个商场系列商场吧，这个物价水平。走。我们在这个超市转啊，居然发现了很多中国的产品，让菲菲带大家看一看价格怎样的。李锦记的蒸鱼豉油，海天的蒸鱼豉油，海天酱油，还有恒顺的香醋。那这个醋，2美元，是比国内肯定要贵一些的。对，14块多一点。14块。国内多少钱这么一瓶？8、9块，因为我每次是网购会买很多，囤起来就便宜一些。对。在便利店单买的话，可能就得个10块钱吧。对。我看看下面还有什么，它东西好全啊，生抽、老抽，然后李锦记、海天、东谷，这些品牌竟然都有。而且既有香醋，这还有老陈醋。这边华人多吗？对，我们在越南的超市都没有找到，就除了中国的超市之外，就那种比较大的，像 Walmart 那种，都找不到醋。对，没有找到醋。我们看这边的别的食品多少钱？哎，哇，泰国香米，这米看着好香的样子，很长。这一袋米是7.98美刀。50多块钱，跟国内差不多。对，50多块钱。看一下别的米，因为它的米也是进口的嘛。柬埔寨也有这个茉莉香米，这个也是8美刀。这个是他们本国的米吧？对。不好说哎，这正大集团。对。鸡蛋多少钱？这边写价格了。这是10枚鸡蛋，1.4，大概10块钱。对。人民币10块钱。一枚1块钱。跟越南一样哦。这个超市好大呀，什么东西都有。看一下洋葱，
洋葱哦，这个洋葱的产地是中国的，对。哎，这3个都是产地都是中国，还有那一排，因为我看到国旗了。这个洋葱啊，单价是0.25。刚刚我们一看，我说哇，这么便宜吗？后来发现它的计量单位是100克。对。也就是说呢，1公斤需要2.5美元的，1斤就得人民币8块8，将近9块钱了。是的。挺贵的啊。这是什么土豆？土豆的话算下来就是个7折，也是6块钱，不到6块钱。差不多。挺贵的。红薯这些是柬埔寨本国产的了。对。这些是泰国的，还有日本的。这些大蒜也都是中国产的哈。这个是算下来1斤是6块多，然后这种稍微便宜点，这种好像是那种竹蒜，一头只有1颗的这种，5块多，1斤5块多。哇，这边菜还挺多的。哎，这是什么？这个是，它是已经把这个需要做1整盘菜的材料都搭配好了，对，回去之后直接炒，像河马一样的。对，算是预制的生菜。我发现了一个已经称好的笋瓜，或者叫西葫芦，这个价格是1根是1.16美元，然后它是不到1斤，9两，450克。我们看这边玉米价格多少钱啊？它这是0.95刀，大概1刀2个，1刀7块，不到7块。对，7块。玉米价格还行，可能这边产玉米吧。这是5根，2.27，差不多要16块钱。对，1根3块钱的。有点贵。我们到卖肉的这儿了，看看肉的价格。这2个是猪肉，猪肉的价格不贵啊。这个278克是1.08美元，算下来，美金大概是13、14块钱。这种冷鲜肉，肉价格还行，不错哦，不贵。哎，它的肉好少呀，就1个柜台啊。对，这边都是鸡了，鸡腿、鸡翅什么的，腌制的。这是五花。刚那个是腿肉，上面还有排骨，这个是很小的一块肋排，他们好像切的都比较小一点啊。这要是我们做那种糖醋排骨一大盘的话，得买好多盒。它这个排骨呢是0.2，就是200克卖1.23美元，也不贵啊。对，算下来也是10来块钱。我们现在来到了食用油区，这里有很多油啊，玉米油，那边还有大豆油，这个是菜籽油，看一下菜籽油价格。我们在西安吃这个油多一点，5升1桶，5升是20刀，有点贵哦。5升20刀。我们平时在家里头买那种乳花呀什么，5升差不多是100到110块钱，这个稍微贵一点。这位刚说啊，从商场出来，外面就是江湖。我们又要拿好自己的手机了，因为连本地的人他们的手机包都被抢，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的防护。结束了柬埔寨金边华人区的旅程，第2天我们去了金边的一所大学。在大学内，我们碰到了来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也遇到了很多喜欢中国的柬埔寨学生。他们不仅知道李小龙、成龙，还知道周星驰以及很多年轻的中国明星。这个学校环境真不错，这里是大门，刚进来有国旗。大门对着这一边应该是一个主的教学楼吧。我看到有很多学生去里面背着书包在上课。教学楼的前面还有一块休闲的区域，哇，好多学生在里面喝着奶茶在学习啊。在校园里随意走一走，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我特别喜欢大学校园。这个学校呢，不愧是全国排名第1的啊，学生的学习氛围是很浓的。这个地方呢，就是 RUPP 的国际学生学院。我们在这儿能看到整个学校其实非常的大，因为这边学生到处都是骑着摩托车来回跑的，还有非常多的汽车。然后在学校旁边呢还有佛塔。在柬埔寨这真是一个佛的国度啊，到处都是佛塔。这里就是金边皇家大学的外语学院了。
看看这儿有个布告栏，这个是中文部，然后里面还有韩文。我们俩在金边皇家大学的外国语学院这里竟然碰到了2位中国留学生，他们一个是贵州女孩，一个是云南男孩，然后他们在国内的大学是云南红河学院。因为我知道呢，这个金边皇家大学是和我们国内很多学校建立了这种合作友好这种关系，所以每年呢可能两边会互派学生这样子。然后他们俩就是被派过来了，刚刚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本国人，就跟他们打招呼，我们说的是 hello， 然后他们说你好，然后我说你是学中文的吗？我就是中国人啊，就在我后面的这2位，这2位就是我在金边皇家大学碰到的中国学生，然后这个女孩是贵州的，这个男孩是云南的。小妹妹你怎么称呼？我叫吴慧。你呢？柬埔寨名字是一个柬埔寨朋友起的，叫Swan。Swan。它在简语中是什么意思？就金子的意思。金子，哇！你们是大几了？大三。那你们来这儿3年了吗？没有，1年。哦，是国内2年，然后第3年来这儿。那你们在这边生活呀，还有吃饭啥习惯不？我们觉得还是挺习惯的，可能就是适应能力比较好吧。还有就是，自己做饭吧，因为一开始也是。哎，你们不在学校宿舍住吗？学校没有宿舍。他们学校没有宿舍，都是在外面租房子。他们本地的学生也是这样。安全吗？挺安全的。租房，然后里面可以做饭这样子。对，可以做饭。那不错啊，因为我来这儿大概有7、8天了，我感觉柬埔寨人吃饭好像偏甜。他们很喜欢。然后也喜欢放一些辣椒进去，口味整体重一些。对。金边的中餐厅还挺多的，我感觉。中国人开的。中国人开的。那你们在外面住宿租金大概有多少钱呀？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班的，过来之后大家一起均摊。均摊的话，一个人大概50到60美左右吧，60美金。一个月还是？对，1个月。60美金哦。那你们是学什么专业？就学柬埔寨语专业。啊，柬埔寨语。那你们这个专业以后的就业方向就是？翻译。就是到这边的大使馆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工作。哇。因为中国来柬埔寨投资的企业还挺多的。对，我发现了。然后中国老板很多这里。就过来给老板打工。一样，国内也是毕业了都是打工人。那这边的工资水平高吗？比如你们以后如果去当翻译，因为他们柬埔寨这边的特别金边这边那个物价很高，所以工资相对可能是算高，但是如果在这边生活的话，实在是也不太能攒得住。对，就我们学姐跟我们说，就柬埔寨赚钱，柬埔寨花，1分别想带回家。对。那毕业会有1万吗？好像我没有听说那么高的。大概就是1000美到2000美吧。那差不多也1万了嘛。没到2000。没到2000的，1000多点左右。1000左右。听说现在最高的只有1400万，已经是很高的了。但是这个只是刚毕业嘛，后面会涨的。这个是一个学长的，他已经工作了几年，告诉我们的工资。在金边吗？对，他在金边。那就是这边消费确实蛮高的。对。不好去攒钱。那你们回国是从金边直接飞？对，金边直飞，因为云南那边有直飞的。那不错，挺方便的。想家吗？想。我想回去吃杀猪饭。杀猪饭？那你们看到我有没有觉得稍微亲切一点？在这边，怎么说呢？除了自己班上的同学，就很少能跟中国人讲话。他们都，我发现这边的中餐厅，他们雇的员工也都是本地人。去了你点餐的话，他们英文好还行，不然很难点，就是看图去开盲盒一样。对，就那样。他们很多人就英文还带一点口音。对，拜拜，谢谢，拜拜，祝你们在这儿生活愉快啊！这里是
金边皇家大学，我刚刚认识了好几位可爱的柬埔寨本地学生，他们很热情的给我推荐了餐厅，然后他们一会儿要考试了，我们就打个招呼，然后他们就要去忙啦。Hi, 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Thank you. 这里就是金边皇家大学的学生餐厅了。他们学校呢没有那种统一的，就是特别高的几层楼那种大食堂啊，都是一个个的这样子个人承包的小食堂。刚才呢，那几位柬埔寨的学生给我推荐了这家，说味道还不错。我点的餐已经好啦，这个也是学校里的柬埔寨学生给我推荐的。他们问我喜欢什么口味的，我说我喜欢吃稍微辣一点的，然后那个蔬菜多一点的。这个应该是米线啊，给大家看一下，比米线细好多，跟挂面一样，细细的，里面很多很多蔬菜。这个是上海青，生菜，还有很大的番茄。这个肉是牛肉，好几块，1、2、3，下面还有，我已经筷子戳到了牛肉，然后送了一盘，这个是豆芽，豆芽是烫熟的，好像是烫过的，还有一小块柠檬。前面呢就是调料了，这个是酱油，然后这个是干的这个辣椒粉，还有，哎呦，这个是辣椒酱，这边还有这种包装好的辣椒酱，然后这里面还有盐。这个很好吃，它虽然说看上去像面线糊或者那种西挂面，但是大米做的，不是面粉做的。然后它这个里面有很大块的西红柿，所以汤整个是酸酸的，再加上牛肉，它是牛肉和牛肉汤在里头是浇着的，做当浇头吧，所以味道很好吃。主要是我没有放柠檬啊，他们当地人应该比较喜欢这个，我没有放，这个餐就很不错。文涛经常跟我说，在越南就老说，好好的一碗汤，几滴柠檬挤进去就不一样，因为我俩吃不惯，但是喜欢吃柠檬就觉得很美味。吃完了，去结账。Hello, how much? How much? Real. OK. 刚才我吃的那一碗牛肉粉是7000 real， 也就是12块多，不到13块人民币，好便宜啊！因为柬埔寨的物价比较高，这一碗如果是在外头店里吃的话，我估计最少得要你个3刀，得要你20块钱。学校里还是好呀。吃完饭我在学校里再溜达溜达，消消神儿。今天校园里面的学生不太多啊，因为今天是他们的考试日，很多专业都在考试。往前走了不到50米，这里又有一个车棚。我身后的这一片放的是自行车，然后那边更大的面积是摩托车。因为呢，金边皇家大学里面是没有宿舍的。我们在这儿认识了2位中国留学生呢，跟我们说哈，这里的学生像金边本地的，他们下课后就回自己家住了，外地学生还有外国学生就在旁边租的房子。所以说呢，金边皇家大学的学生每天上学就跟通勤上班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早上来，晚上就回去了。所以这个学校呢，这种通勤的交通工具真的是特别多。金边皇家大学还有一点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哈，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大学除了寒假、暑假之外，几乎全年学校里面都是有人的，学校是一直开放的。但是呢，这个学校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因为学生不在里头住，每天都是早上来，晚上又回，所以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学校是不开门的。这个学校每周是开放6天，从周一到周六，周日全天应该是大门都是关着的。因为我从地图上看到哈，这个学校呢，它有个开放时间表，每周一到周六是全天开放的，周日就写的是关闭，是不开门的，这点就挺神奇的。每次9毛，感觉是不限时的哈，进去不出来就是9毛钱。这里又是另外一片餐厅区域，餐厅过来呢，前面有一个足球场，这些学生应该下午没有考试。都在这儿聊天儿，哎呀，大学生活太美好了。China. No Korea. Many people think I'm Korean. No, Chinese. I'm Chinese. Can you speak
Chinese? Can you can Wow! say something in the Can you say some simple words? simple word. 你好。你很漂亮。我在这里碰到了几位学医学的学生。So your major is medical and doctor. Can you teach me Cambodia language? Because I can only Soste and Agong. Nhung slan nha. Sorry. Nhung slan nha. Yim Snandia. Nhung slan nha. Yim Snandia. What's the meaning? Ah, I love you. 我爱你。I love you too. Nhung Knyum slan Sunania. nha. Knyum Sunania. Yes. Knyum Snania. Knyum Snani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hey're so intelligent. Yeah, I think they are smart. Brave, and also a nice attitude. Many people think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very hardworking. Like my family, they work 7 days a week as well. Your family? They don't have, Yeah. they don't have It's the like weekend. normal in Cambodia for work like 7 days a week. We also hardworking. Yeah. You also have no weekend. Yeah. Yes. Wow. Only like people that work for the company, they can only work 5 or 6 days a week. Yes. Because China and Cambodia are both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we must work hard. Beijing, Shanghai. Shanghai, yeah. Hai. Yeah, these are the two biggest. Guangzhou, Wuhan. Wow. Because no, it's not Korea. Do you know some superstar China? Yin Lin. 林怡， Lin Linh Yi. Yi. 你知道吗？林怡，林林林怡， Linh Yi. 林一 Yeah. Linh Yi. 林一 Tân Phi, 惠子林一。林怡là cái gì? Can you show me the picture? Yang Yang, yeah, Yang Yang is handsome. Yes, but I don't know 林一 who is 林一？林一 Yeah. No. he is my favorite. 我不认识他啊，周星驰 is a very famous movie star. He is my favorite. I watch all Favorite. his movie. Ba ấy lên ngộ cậu phu anh đang. 功夫，功夫 Jackie Chan. Jackie Chan. Chan Long. 成龙 Yes. Jackie Chan is 成龙 He wear the yellow. Oh, he already Yellow. died, right? Bruce Lee. Yeah, Bruce Lee. I know 李小龙 Oh, Lisa. 李小龙 Know what you want? 双节棍 Yeah. When I travel to other country, many foreigners think every Chinese can 功夫在草地上和柬埔寨的小朋友们聊了好久，很喜欢他们。I must go now. I want to stay here more time, but yeah, I must go. Next time I will go to your country again. I like Cambodia and Cambodia people. Yes, we I also like want- you all. So I hope one day you can come to China for travel or study. Okay, bye bye. Bye bye. Thank you. 阿公。